近日，位于中美洲的台当局所谓友邦危地马拉的外交部长马丁内斯称，将在与台湾维持所谓现有关系的同时，考虑与大陆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马丁内斯此言抛出震撼弹，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危地马拉是台当局仅剩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1月中旬才赴危地马拉，试图巩固关系。危地马拉外长的最新表态，是否是与台当局断绝官方往来的前兆呢？来看报道。马丁内斯5号接受路透社的专访时表示，危地马拉政府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他直言，中国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开展经贸合作将对危地马拉经济产生积极影响。El peso y la potencia que representa China en muchos campos. Y en base a eso es que tendríamos el interés, por supuesto, de acercarnos a ellos y de tratar de desarrollar algún vínculo alrededor del tema comercio de manera institucional. 马丁内斯还在采访中透露，危地马拉与中国大陆之间在多个领域都有合作潜力，如农业、矿业、制造业等。威方或成立贸易利益办公室，帮助危地马拉产品发展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于危地马拉外长寻求发展正式外贸关系的喊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号做出了严正回应。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中国同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所有国家开展合作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充分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势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危地马拉新政府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尽早做出符合危地马拉国家和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还是在一中的架构下谈的，他要搞双重承认是不太可能，中国大陆是不允许的。危地马拉外长的最新表态，在岛内无异于抛出震撼弹。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上月中旬才赴危地马拉，参加该国新任总统阿里瓦洛及副总统艾莉拉的就职典礼。如今1个月不到，就传出危地马拉考虑与大陆发展贸易关系的消息。岛内网友辣评：吴钊燮在下台前快去送最后一笔钱吧，这也是他唯一的作用。台当局很快出面挽尊。台外事部门副发言人肖光伟表示，危地马拉总统阿里瓦洛不管是在选前还是在胜选后，都曾多次公开表达将与台当局继续保持官方往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当局的通报中，只提到马丁内斯涉台的言论，全然不提危地马拉希望与大陆发展关系的表态，足以证明台当局的心虚。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地区，这里素有美国后院之称，曾是台当局所谓友邦最多之地。但从2017年开始，中美洲陆续出现与台当局的断交潮，目前仅剩危地马拉、伯利兹仍与台当局维持官方往来，其余国家均已与中国建交。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认为，危地马拉的邻国如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等，已经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项目，在基础设施和贸易方面取得巨大发展机遇。危地马拉此时动心也不足为奇。最重要的问题，你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瓜地马拉，他跟那个洪都拉斯，他们2个总统都在竞选的时候就想要跟中国大陆建交的。那他们在建交呼吁民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第一个叫反贪腐，是第2个顾民生、拼经济。那这个拼经济其实就感觉就是跟中国大陆合作，因为他周边几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建交以后，那个甜头是让他们每天看得流口水啊。事实上，中国已经是危地马拉第2大进口来源国。据海关总署统计，2022年中危贸易额为49.4亿美元。农业是危地马拉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香蕉、蔗糖等传统农产品是其出口的主要商品。在危地马拉的出口来源国中，中国始终都位居前列。2023年，中危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了0.6%，这意味着中危双边贸易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危地马拉民众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合作的呼声也十分强烈。去年4月，蔡英文窜访危地马拉，当地民众不仅表示反对，且他前脚刚走，当地民众已呼吁与中国建交。民众的呼声在危地马拉政坛也得到了一定反应。阿雷瓦洛还在总统候选人阶段就强调，危地马拉必须明确地根据自身利益、愿景和原则来制定对外政策。去年8月，他凭借着誓言终结危地马拉的贪腐，同时与中国大陆建交的郑刚获得了民众支持，当选危地马拉总统。观察指，
阿雷瓦诺相关表态意味着这一与台当局保持官方往来的中美洲国家的战略可能发生重大转变。不过，危地马拉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则试图插手其独立自主发展对外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对中美洲的政治渗透十分严重。自上世纪初开始，美国就对危地马拉实施了系统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以至于危地马拉和各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即使阿雷瓦诺爆冷打败了右翼势力，但在对外政策的实施上，或多或少还将受到美国因素的掣肘。中美经济工作组近日举行了第3次会议。实际上，去年以来，双方在多个领域成立了工作组，推动中美关系回暖。那您认为这些工作组的成立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首先呢，这些工作组的成立啊，可以说呢是非常明确地展示了目前呢中美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领域进行合作对话的意愿。这一点呢其实非常重要，它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同时呢，这样一系列工作组的成立呢，也使中美双方就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进行实际的沟通呢，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也就是说，这些工作组本身呢，使得中美双方一旦有需要面对面坐下来就相关的分歧呢进行沟通，那么实际上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台和路径，这非常重要。同时呢，这样一系列工作组的成立呢，实际上啊，它也本身呢，它确实能够有效推进双方在一系列问题领域的合作与对话。这其实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对这样一系列工作组呢，在短期之内要取得非常多的或者足够多的成果呢，不能寄予过高的期待。毕竟呢，目前美方啊，它对华政策的总基调呢，仍然是以竞争为主。也就是说，如果美方不能真正的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来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不能正确看待中美之间这种经济联系和经贸关系，那么呢，工作组本身呢，它可能在短期之内啊，还是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一点呢，也是我们未来呢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和应对方案。也就是说，工作组呢，它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呢，工作组它并不能够说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要想真的让工作组在未来取得更多的建设性成果，还有待于啊美方能够真正的抛弃啊这种传统的冷战思维，能够呢调整错误的所谓对华竞争战略，真正做到与中方相向而行。这一点可能呢，对于未来工作组取得更多的成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延续对华势头的同时，美方仍然在多方面加紧对华打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就大肆渲染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那对此您怎么看呢？雷蒙多呢，关于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说辞也是非常的清奇。他就说到如果说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会极大的窃取美国的司机的个人信息，从而对美国的信息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可以看到，这趟说辞的逻辑呢是非常牵强的，完全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是他过去这么多年来一贯的一个逻辑的基本体现。那么美方呢，它实际上打着这样一套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逻辑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呢进行打压。虽然在短期之内，对中国相关的行业、对中方的相关企业呢的发展会构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从根本上讲呢，它对美方自身的产业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整个全球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健康畅通的运行也会构成极大的干扰。这一点呢，其实是需要高度注意的。美方呢，它最终这一套说辞对中方的这一套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打压，虽然注定不能取得他们所期待的效果，但是呢，中方相关企业必须予以充足的应对。那么首先呢，中方自身呢一定要立于技术发展的前沿，也就是说呢，中方自身一定要立足于核心技术，来增强自己在整个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呢，在自身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之下，中方相关企业也应该广泛的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广泛的拓展在整个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与影响。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当中方的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在全球的无论是半导体还是电动汽车的供应链产业链当中能够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那么美方这一套非常苍白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逻辑，最终呢也一定会不攻自破。因为呢，
客观的市场事实会证明谁能给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谁能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正面效果，那么市场呢会告诉全世界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相。因此呢，美方它如果真的逆市场潮流而动，最终只会使自身受到更大的损失。